我们每天都在消费，都在花钱，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买的东西总是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东西不够用，越买越多？为什么一直在追求性能更好、更完美、更高级的电子产品？最近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The Shopping Conspiracy》，以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中文就是消费陷阱背后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这部纪录片我看完之后，真的有被震撼到，它揭露了我们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消费现象。说实话，我也买过很多用了一次就后悔的东西。这些行为不仅让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直在不停购买，直到钱包空空，还在无形中对环境和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代价。如果你和我一样，总觉得东西坏得太快，钱花得太多，又总有买不完的需求，那这期视频呢，你就看对了。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好奇这一点，明明这件东西还没用超过2年，又得花钱去更新了。真相就是东西坏得快不是错觉，而是精心设计好的结果。它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计划性报废。每次我在做这种视频的主题就很有意思，也让我在搜索的过程中学习到新的词语。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商家就刻意限制了它的使用寿命，让这件东西只能用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坏掉，或者是需要不停的维修。这么做的策略就会使我们不得不去购买新的产品。经典的案例是1924年的灯泡卡特尔，他们把灯泡的寿命从2500小时降到1000小时，为的就是让消费者能更快的去更换灯泡。另外，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打印机总是莫名其妙的坏掉？不是被纸卡在了机器里，又或者是突然连接不上？那你听好了，这不是因为你操作失误的问题，而是打印机的内部芯片有一个计时器，当你打印到一定页数之后，这个芯片就会让机器罢工，就在提醒你必须去更换内部的零件，又或者去买一台全新的打印机。既然说到了这个计划性报废，有一件我们日常用到的物品就是它的典型代表，你们猜出来吗？那就是我们的手机。准确的来说，就是苹果的电池门事件。他们通过系统的更新，刻意去减慢手机的运行速度，让用户觉得手机怎么突然变得卡卡的，相机拍不了照，还会突然关机等等之类的问题，从而让你升级到最新款的手机。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都有这样的一个mindset，一旦东西出了小问题，不好用了，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去购买更好性能的产品。当你想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和借口从中挑刺，因此就会买更新款的产品。要是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些大公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确实是花了大量心思去迎合用户的需求和当下的审美，让消费者觉得原来目前用的这个旧产品已经配不上自己了，那就演变成了我们买的不是功能，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感。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学会环保和保护这个地球。我们每次淘汰掉的废旧手机、电脑、衣服和退回给商家的产品，就会自我安慰说，这些东西一定会被妥善回收处理。只要是我们用不到的东西，退回去的衣服和鞋子都会被2次利用，似乎会继续让我们又不停的买。当我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感到非常的难受，也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回收的看法。我们以为送回去的废旧产品会被妥善管理，其实很多都被运送到这些贫困的国家，在那里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很多工人都要用双手拆卸这些有毒的废弃物，接触重金属，他们的生活、健康甚至是生命都在这些电子垃圾里面逐渐消耗。这些垃圾都是来自我们每一次的产品功能提升和每一次淘汰掉的一些衣服。我们以为的环保，却是对这些人无形的伤害。全球每年产生超过5000万吨的电子垃圾，而真正被正规回收到的不到20%。那么剩下的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会留在这些贫困地区，成为了别人的灾难。你好好想想看，我们换掉的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他们的最终归宿很有可能都是这些地方。不仅是电子垃圾，还有很多快时尚的服饰，就是那些你买来的廉价衣服，被你穿过几次后就扔掉。有些衣服呢，因为质量太差，就想退货回去给商家。你可能以为退货的衣服会被检查、清洗后重新包装上架平台，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退货的衣服都直接被当作废品来处理。这种退货的高频操作背后，就是商家用低廉的价格吸引你购买多件的衣服，并且还提供无理由退货的政策，让你觉得随心所欲的购买。结果买回来之后，不是质量太差，薄的跟一张纸一样，就是衣服掉线，洗了几次就不能再穿了。快时尚和电子垃圾一样，本质上呢都属于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短命产品，但代价却是由其他人和整个地球来承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的冲动购物和
和随意退货，都会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多去珍惜现有的物品，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我们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广告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制造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需要这件东西而去购买，而是广告让我们以为自己需要。我们每天在网上的浏览行为都在每分每秒的被大数据和算法在记录。广告商呢，通过收集我们的浏览记录和购物习惯，构建出一个属于你的消费画像。现在更厉害的是，只要你和朋友随口提了一下这件商品，大数据仿佛是读懂了我们的心理，下一秒笃定就会出现在你的社交平台的主页上。纪录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当我们人看到某件商品的广告次数达到5次以上，购买意愿会大幅度提升。广告通过重复展示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决策。更重要的是，广告从来不会给你时间去冷静思考。广告的核心是制造焦虑，焦虑会让人做出短期的非理性决定。消费并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往大的方向去看，它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每生产一件普通的 T 恤就需要消耗2700升的水，这相当于一个人2年半的饮水用量。如果是一条牛仔裤，水资源的消耗甚至是翻倍。现在快时尚行业在全球每年生产数十亿的衣物中，有超过20%从未被穿过就已经被销毁。每到一个季度或者是到了年底，商家总是想着清空库存，能尽快为下一季新品做准备。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快时尚的品牌能如此快速的换新和容易被淘汰？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太便宜了。快时尚这3个字主打就是快，它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以及消费者审美的变化。廉价商品呢，会让消费者降低对于他们的重视程度。比如一件售价几美金的上衣，当它不再流行或者是出现一点点小瑕疵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直接扔掉而不是修补，因为你打心底就认为这件衣服便宜廉价，看不起它，那还怎么会去珍惜它使用它呢？但这也不是意味着那些昂贵的衣服就一定更值得珍惜。很多常见大牌的服饰售价几百甚至是上千美金，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标签，你就会发现他们用的材质也不是最好的呀。仅仅因为他们挂上了奢侈品品牌的标签，但从本质上来看，一些大牌的衣服在用料和那些廉价快时尚的产品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还记得最早期苹果手机上新，大家都在凌晨去苹果店门前排队，就为了拿到最新款的手机。苹果每年的秋季发布会都会出新的手机、新手表、新耳机、新电脑，每年都有新的产品。从一开始，我们每年都会期待新款手机在外观和性能上提升，能带来很大的变化，到现在已经对新款手机没有了任何的期待值，就连我们买回来的新款手机都分不清它到底和上一代有什么区别。很多功能说的好听，也说的很高级，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感受到新功能的提升。所以说，这些新款的产品到底对我们来说有多新呢？很多新品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比如它就换了一个更亮的颜色，或者是增加一些我们很少会用到的功能。像我手上这块苹果手表10代是我近期收到的礼物，在那之前呢，我买的是第9代。如果你要问我这块新的手表和旧款有什么区别，我会告诉你，我用它和用第9代是一样的感受，可能改变上就是芯片换了，表盘变大了，充电更快了。尽管这样子，我还是很感谢能收到这份礼物，但是我必须要吐槽它的一点，就是我戴表的习惯已经有好几年了，一直戴都是41，就是苹果最小的。但是从苹果第10代开始又变成了42，也就意味着以往我买过的表带无法再使用，这不是又让我重新花钱买新的表带吗？那话说回来，既然我们感受不到新款产品带来的变化，那为什么还要买？那正是因为品牌会通过广告和社交媒体将这些微小的变化无限放大，让你觉得这个功能好像是有用的，能用得上。比如原先我们用的是有线耳机，后来苹果却把插口去掉了，推出了 AirPod。从最初人人都不习惯这样的改变，到变成接受，最后就是每人人手一个无线耳机。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总能看到博主分享他们的开箱视频，这些内容会让人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博主来做对比，看到别人都有，我也必须要买的心理。这种消费压力的本质就是社会
同质化。我们通过消费品的价格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自己的消费习惯多一点的反思，或者是在下次购物的时候不要再有那么冲动的想法。感谢你花时间观看这期视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拜拜。